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开始讲的第7节，成功的淘金者洪彪的故事。哪一位是洪彪呢？这一位就是洪彪。那这本书是他写的我就是很多年前嘛，2009我去那个2009年呢，我去那个巴克维带团那个时候呢就看见这本书，我当时呢就买了这本书现在一转也10年了。那他这本书呢就写得相当好，他就把这个早期的华人呢在这个淘金矿区巴克纽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由于看了这本书也让我呢产生一种写书的冲动，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写。他这本是英文，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就写他的这个故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淘金者他一辈子就做淘金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现在呢，你到那个巴考比那里去了，你讲起这个彪洪洪彪这个人呢，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也是听水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故事。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2章，淘金热潮。第7节，成功淘金者洪彪的故事。1901年，洪彪出生于巴克维尔塘卡里布金矿区的史丹利，他的中文名是黄文雄，广东话译音缩写 WM。WM 也是英文名 William 的缩写，所以改洋名威廉 William， 小名就是 Bill， 当地人叫他 Bill Hall。 中文翻译洪彪，实际上他是姓黄。加拿大有很多老一辈的华侨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中英文翻译原因把名字变成姓，子孙后代由于习惯成自然，一代一代变成以名为姓，从一个姓名体现出加拿大华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洪彪父亲黄家旺1852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台山。1862年，他跟随2个哥哥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内华达州银城。1880年，他来加拿大淘金，从旧金山坐船前往维多利亚，再转蒸汽轮船到新西敏市，从新西敏市步行45天到史丹利。到达史丹利后，他在矿区以打杂工为生。1885年，黄家旺买下了广隆记杂货铺，他多次往返中国，为杂货店采购货源。1910年，洪彪跟随父亲和3个哥哥1个姐姐离开史丹利，回到中国广东台山。当时杂货店的货源主要来自中国，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成本有很大关系。把货物从香港用船运到温哥华，再用蒸汽船运到耶鲁。耶鲁到巴克维尔的路途遥远，道路狭窄，崎岖难行，这段运输只能靠牛车队，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运输过程极为漫长，需时1年，因此运费非常昂贵。货物到达巴克维尔通常是原产地的几10倍的价钱。1912年，洪彪回到加拿大，在维多利亚读书。3年后，他回到史丹利继续完成学业。1917年，洪彪中学毕业后，开始在卡里布矿区做杂工。当时的工资是每小时25仙，每天10小时工作。他当过厨师、杂货店的杂工、锯木厂工人、金矿矿工。这段时间他患了一次流感，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身体非常的虚弱，4个月没有工作，靠借钱度日。1926年，他与朋友合股买了一间杂货店，同时也在矿场当矿工。这时他已经是日薪5块钱的资深矿工了。1928年，他与2个白人合伙开金矿，投资铺设水管，采用水利开采法进行开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淘金，根据不同的黄金来源和生产规模，采用不同的开采方式，主要分为3个阶段：沙金开采、矿石开采和水利开采。沙金开采阶段，沙矿是指砾石中的金粒。1858年以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所记录的沙金产量已达接近1亿加仑，其中近一半出产于卡里布的河流和小溪中。
黄金开采的第一阶段，金粒混合于河床沉积物种，溪流改造或小溪尽头留下裸露的河床。在夏季和初秋理想干旱条件下，水位降低，金沙暴露，矿工会用手淘、水闸和摇臂方法开采黄金，这是第一阶段砂矿开采的常见形式。手淘金盘是一个用来寻找黄金的最古老、最简单的工具。把一铲沙粒倒入盘中，将盘降入水中，轻轻移动，把盘里的大块石头挑拣出去，用手指把泥团打散。由于盘圈移动，泥水和沙子会漂浮出来，剩在盘底的就是比重较重的金粒。水闸盒是一个长方木槽，分级闸水，较低的一端闸盒狭窄，沙粒被放置在闸盒顶部，用一条引水槽不断冲洗，大块泥浆和岩石在闸盒内被水流冲走，金粒沉积在闸盒底部的楔形下槽。摇臂，当水供应不足时，使用闸盒摇臂，把沙土和水一起放在闸盒上摇动，金粒沉积在闸盒的底部楔形下槽。摇臂在砂金开采中被广泛使用，一个人负责投料，另一个人负责摇动。摇臂淘金每天可以处理约200多筐沙土。矿石开采阶段，使用大型机械从矿场找出黄金矿脉，然后打竖井或隧道进行硬岩采矿。矿工先挖竖井，再用卷扬机和同等工具将岩石和沙粒提到地表，或者打通隧道后，用轨道车从隧道里搬运矿石。这种开采方法有一定危险性，在隧道和竖井的四周必须用重型木材来支撑加固，防止塌方。竖井或隧道进入地下，经常遇到渗水和洪水，引起淹水。矿工用水轮作为动力，从高处使用水槽引水到水轮的顶部，推动水车叶轮转动，水车叶轮推动摇臂，带动水泵将地下水抽出矿井，以解决淹水。水利开采阶段，水利开采黄金是最快的方法。先把水通过沟渠或管道引到矿场，再输入铁管内，铁管的入口要比出口大并且高，通过水位落差，使另一端出口产生高水压，就像用消防水喉来冲刷岩石，用高压水流对山体喷射，将山坡切开，冲刷沙粒流向闸盒，筛选出金粒。采用这种方法，生产规模和提取速度会大幅提高，但会大面积破坏生态环境。红标开采金矿基本上是采用水利开采法。1930年，他已经在巴特维尔拥有2间杂货店和金矿。他每天早上5点半开始工作，一天需要工作10几个小时。他在巴特维尔与人合伙投资了第1间发电厂，用柴油发电。从那时开始，该地区有了电灯照明。1956年，他是当地有名的成功人士，代表华人受到当时加拿大总督文森特·梅西的亲自接见。1970年退休，他关闭和转让部分生意，部分杂货店转给儿子经营。1976年，红标最后一次回到中国并到北京旅游。1978年，他写了一本书，那些事就这样发生。书中记述了1900至1975年卡里布地区史丹利和巴特维尔发生过的人和事。该书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留下第一手文字记录资料，对历史研究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借中评论，用红标的话来说，地球上高蕴藏量的黄金矿脉，迄今为止只是发现了极少的一部分。在发现这些金矿的人中，至少有1半以上对矿产业一无所知。金脉并不是埋藏很深，有时挖10几英寸到10英尺，就有机会找到高蕴藏量的黄金矿脉。加拿大西海岸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靠淘金致富的大有人在。就算不从事直接的淘金，而从事其他相关工作或经营生意，都会有相当不错的收入。只是华人行事作风低调，发达之后没有大肆宣扬，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制度和文明程度都远比广州和香港差，
所以相当大部分人回流中国。广州9条基利村全部是经商阿伯每家回流华侨，回来兴建别墅的华侨住宅社区。通过红标的成功的故事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是怎么淘的。其实它是分了好几个阶段早期的是在飞沙河的河边每人拿个淘金盘在河边呢就可以淘得到了后来由于人太多了就是因为几万人一条小溪流如果一旦发现黄金，一下子用几万人，差不多的针都插不进。那个情况之下呢，是很快这个金就淘完了。他们那种叫容易淘的金呢，就很快就淘完了，就河里面淘不到了，他们就要挖那个竖井挖下去以后呢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黄金的这种矿脉什么叫矿脉？它那个金呢在中间一层呢那一条脉好像一条山脉一样，那一层矿脉里面呢都有金，你顺着这个矿脉一路挖下去呢，不断的这个挖到金你要懂得淘金呢，你要懂得先找这个矿脉，找到以后呢一路挖下去就可以挖到很多金了。以前用手摇的一桶水这样处理这些沙土，后来就用那个大的水龙头呢冲那个金冲了以后呢，把那个泥沙呢铲到那个渠里面用那个水流不断的水流，大石头给它冲刷掉剩下的在这个槽里面那个槽呢它是一块板压一块板在这个板与板之间的缝隙上面就留下很多金。到现在都是这样淘的现在的但是现在是有机器而已有机器这样。我看那个电视里面，他淘金也是这样震有一个金属做的一个板呢不断的在震动那个大颗的沙粒呢就流走了那个重的比重相对比较重的黄金呢就留在那个器型槽，到时候就把那个金呢收起来现在只是用机械化，现在那里还有很多金呢这个红标也讲，他说地球上的金是很多的，根本是很多的，永远都淘不完的。你明明知道那个地方有金由于它的比例不够多所以你的开采成本呢比较高就没有开发价值而已并不是那个地方的金都淘完了并不是这样现在在那个巴卡比尔里呢，还是有很多那个金矿公司在那里呢用那个大型的机械来淘金的，现在还是有的。阿拉斯加还有我们 BC 省的北部，还有很多这种金矿都是淘金其实他们现在的淘金的手法呢，跟以前的基本上都差不多，只不过是用机械而已。好了，那我们准备就听下一节。